此地是何处？我的中军大帐呢？什么声音？我这倒闭的饭馆竟然还能招来贼！你们是什么人？怎么在我家后厨？你又是何人？是如何进入我军帐中的？这里不是本将营帐，说，你用了什么邪术，将本将困在此处？什么你的军帐？你们是拍戏拍傻了吧？看清楚了，这里是老子的饭馆，你们拿刀私闯民宅，信不信我现在就打110把你们全抓进去？放肆！到临头还敢胡言乱语！什么？他这是低血糖犯了，如果不想让他死，你就把剑挪开。你若救不活他，本将定将你碎尸万段。严重低血糖休克，步步糖分，脑死亡就真救不回来了。让开！醒了！将军赵芒醒过来了！就一碗无色无味的清水，竟能让军中军医都束手无策的病人起死回生，再加上头顶那没有火没有烟，却亮如白抽的夜明珠，难道这不是幻术，是仙界？这短发青年，难道就是仙尊？多谢仙尊救命之恩！末将楚灵音有眼无珠，冲撞仙尊，求仙尊恕罪。行了，都起来吧。我问你们，到底饿了多久了？怎么能把一个壮汉饿出了这么低的血压？回仙尊，我们已经5天没吃饭。5天没吃饭？正好，我的饭店倒闭了，冰柜里还有10几盒没卖出去的预制菜，虽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但给你们救命足够了。我这就给你们热热。将军，那方形法器里有光在转，仙尊在施炼法丹，仙尊在为我们炼丹呢。闭嘴，不该问的别问。有点烫，慢点吃。仙石，这绝对是仙石，太香了！仙尊赐饭救命之恩，大梁楚灵音没齿难忘。末将仓促拽入圣域，身无长物，唯有这只母后生前赐的纯净发簪，可以做这顿鲜食的钱。城中还有将士等候，末将不敢久留惊扰仙尊，遂告退。他日若有生还之机，定当结草衔文相报。这玩意儿这么沉，不会是面筋镀金的工艺品吧？几个都快饿死的怪人，怎么会有好东西？哎呦我操！硌牙！纯金的，这他妈绝对是纯金的！而且看这雕工，难道真是古董？如果这是真的古董，父亲治病欠的50万算个屁啊！老板，收个老物成。小兄弟，我们藏真阁不收现代工艺品，你要是拿些铜钱粮票的，去外头地摊吧。就你这年纪，能有什么好东西？这是老天爷，古法赞刻，没有一丝现代机器打磨的痕迹。这金质，这包浆，这至少是1000年前皇家工坊出来的物件啊！小兄弟，东西是个老物件不假，但你看这凤尾还有个牙味呢，破坏了品相。这样吧，我担点风险，50万我收了。我急用钱不假，
但50万，我还是去对面的聚宝斋问问吧。哎，别走啊，小兄弟，凡事好商量嘛。你说个价，只要老哥哥我能吃得下。200万一口价。我知道这东西上拍最少能拍出大几百万，但我要求现在立刻马上全款到账，这利润空间就当交您这个朋友了。成交，卡号给我。50万，立刻结清贷款。刘主任，我爸的账户里我刚打进去了50万，后续的手术请马上安排，用最好的进口药，钱不够我随时补。好，苏先生您放心，有了这笔钱，老爷子的命保住了。父亲的命保住了，饭店不用卖了，接下来该兑现承诺了。那位跨越时空而来的女将军，用200万的金簪只换了几盒预制菜。如今我有钱了，绝不能看着大梁3万将士活活饿死。老板，最好的东北大米，先给我来1万斤，全要现货。再给我拉2000个白面大馒头，100斤卤肉。今天下午必须全卸到我的饭店后厨。蛮族大军现在行动诡异，将军和赵统领进去半个时辰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不管了，冲进去看看。将军，这是何物？为何会如此异香扑鼻？众将士听令，天不亡我大梁！本将方才踏入了神界，面见了上神，这是上神赐下的仙石。兄弟们，将军说的是真的。你们看这承载仙石的琉璃宝器，晶莹剔透，还有这白米，入口即化，香气能把人的魂儿都勾走。仙石真的是仙石，老天爷显灵了！那点仙石只能救几个人，城外还有10万蛮族，城内还有3万饿着肚子的弟兄。传本将令，立刻打开城内府库，将历代先皇留下的金银玉器、古董字画，统统给本将搬到中军大帐来。将军，那些可是皇家御赐之物啊！留着这些死物有何用？今夜子时，本将要用我大梁举国之宝去向上神换取3万将士的活命粮。你们上次说饿了10天，这里是1万斤精细白米，2000个大白馒头，还有100斤熟肉，先拿去给弟兄们垫垫肚子，不够我再去弄。一万斤没有可康的鲜米！上神慈悲，上神慈悲，领因带城中3万将士叩谢上神天恩。这2箱金银玉器，乃我大梁府库之宝，愿全部献于上神。这买卖值了。行了，别跪着了，赶紧把粮食搬回去救人吧。上神，有了这些粮食，将士们今夜免于饿死。可是这血太大了，弟兄们的铠甲犹如冰块，每日都有上百人被生生冻掉脚趾双耳。我们没有御寒的冬衣，更没有治疗冻伤的草药。若是蛮族再次发起攻城，我大梁将士恐怕连握刀的力气都没有了。是啊，光吃极端天气，没有冬衣和药品，军队一样会失去战斗力。粮食只是第一步，既然你们叫我一声上神，我就不会看着你们死。回去告诉你的弟兄们，吃饱肚子好好休息。至于御寒的冬衣和疗伤的药品，交给我，明天夜里我给你们准备妥当。你送来的珠宝救我于水火之中，我一定让你们在这次雪灾下活下来。领英在此立誓，大梁3万将士，生为上神之刀，死为上神之盾。如果自己突然拿出这么多的老物件，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还是先挑几个售卖为大梁军队补充物资，剩下的珠宝再慢慢出卖。苏先生，您这些器物，玉质温润如羊乳，雕工更是失传已久的游丝毛雕，还有这10个金锭元宝，纯度极高，底部的印记更是我们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国号大梁。这些东西如果上我们行里的秋拍，绝对能引起轰动。但你确定要求我们内部直接买断，而且今天就要拿到全款吗？对，我不缺名气，只缺现金。你们要是吃不下，我转身就走。吃得下，当然吃得下。2柄极品玉如意，外加10锭古法金元宝，我们内部出价5000万，手续费我们承担，1小时内打入您的账户。
爽快。干脆花重金去郊区租个几千平米的大型平层仓库，把这扇铁门直接拆下来运过去。100平米的餐馆要中转3万大军的物资，实在太憋屈了。这扇门根本拆不走，就仿佛某种未知的神秘力量死死定在了墙里。饭馆的后门无法移动，这就意味着我只能在这个狭小的地方和楚林音进行物资传送。一个饭馆老板今天突然向大型制衣厂下达几万套军大衣的夸张订单，一旦有人起疑心，自己肯定刚被请去核查，这该怎么办？不能大张旗鼓的搞批发，更不能露富。既然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那我就蚂蚁搬家，化整为零。老板，我在偏远山区包了修路的小工程，天太冷了，工人们受不了。你店里最厚的防寒军大衣和加绒雪地靴有多少？我全要了，只有300套现货，装车，刷卡。提袭迎战！大梁死战不退，杀！将军，刀剑损毁太重了，兄弟们在用肉身填啊！放水，给我挑头飞起！将军，要紧了，冬衣也熬破了，伤兵们的伤口都化脓了，没有止血的良药和御寒的衣服，他们熬不过今晚啊！好生看顾他们。恩公答应过今夜会送冬衣和良药，我优先去取。古人进入现代，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制在了这家饭馆之内，他们出不去。别白费力气了，那是无形的屏障，你们走不出这家饭馆的范围。打仗了，蛮族夜袭，大梁守住了，但兄弟们伤情严重，没有药，虽然胜了，却挨不过这饱雪寒冬。来的正是，我跑了一天，凑齐了3000套最厚的冬衣和救命的药。过来摸摸这个，听好，你们出不去，我得一个人在外面卸载。等会儿我启动传送带，物资会直接运过来。你们唯一的任务就是站在这边，把东西抱起来，重新扔进你们的军帐里，明白了吗？恩公大义，大梁将士没齿难忘。弟兄们，准备接货！快，再快点儿！这是恩公赐下的活命衣，给老子接吻了！将军，城外蛮族主力彻底集结完毕，兵力达10万之众，推来重型工程车10辆，飞梯50架，敌军大帅拔营，明日入夜，全面强攻。10万对3万，我军的刀剑已经连番砍伐，导致卷刃、弓箭老化。如果再让士兵们拿着这种废铁去和敌军的重型盾阵硬碰硬，无异于白白送死。兄弟们死守城头，本将去接刀！恩公，托恩公的福，兄弟熬过了寒冬，伤情已经稳住弓箭崩口，士气大振。但连日的血战，蛮族10万大军重甲压境，大辽儿女不怕死，但我楚灵一绝不能让战士们手持废铁去送命。恩公这里可有能破敌重甲的神兵利器？10万人重甲攻城，冷兵器拼不过，那就不跟他们拼冷兵器了。明天晚上，我会四处给你搜罗一个现代工业的狠货，我倒要看看那群茹毛饮血的熊人拿什么扛得住跨时代的降维打击。
老板，来大活了！我要 H2B 500型号的高标志螺纹钢，要韧性最强、最硬的那种工业级精钢，先来3吨。哎呀，大老板，这标志的螺纹钢一般都是桥梁和高层建筑地基用的，不过您的这数量是用在什么工程上？我家后院准备扩建一个仓库，大概300多个平。对了，我有个特殊要求，这3吨螺纹钢你必须全部帮我用机器切割1.8米一段的，切口要斜着切，越锋利越好。老板大气，只要钱到位，下午我就算把机器切冒烟，也给您把这批货赶出来。现代的螺纹钢可比他们的刀剑强的不止100倍，用螺纹钢做成长矛，这破甲效果杠杠的。近战武器解决了，远程的弓箭呢？复合弓，对，现代的复合弓。老板，店里所有的顶级大把复合弓我全包了，另外碳素箭矢和破甲箭头多少货，我要多少。10万主力企图夜间强攻，在冷兵器时代，黑暗就是最好的掩护。那我就用现代工业的光，彻底撕碎这片黑夜。这种高功率的工地强光探照灯，1000瓦功率的，给我拿80台，配套的工业级大容量大电瓶、灭变器，全部给我配最档配的，必须保证在没有电网的情况下，能持续高强度照明10个小时以上。一个餐馆买这么多的螺纹钢，别人肯定会生疑。怎么样才能找一个合理一点的理由呢？直接盖个仓库，既能掩人耳目，以后买物资也有地方放了。哎呀，苏晨啊，大伯大婶来看你了。你看看你一个人守着这店，真是辛苦坏了。苏晨啊，不是大伯说你，你爹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正是急用钱救命的时候，你怎么还赚大热天的买什么军大衣？真是不分轻重。就是啊，苏晨，我和你爹现在的手术费还差50万，喏，都在这儿了。这可是我们老两口砸锅卖铁东拼西凑拿出来的，里面甚至还有你堂弟准备结婚用的彩礼钱。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不仅主动登门，还如此大方的拿出50万，事出反常必有妖。大伯大婶，你们今天这么好心，怕是有别的条件吧？苏晨啊，大伯也不瞒你，你拿着这50万赶紧去交手术费。但你堂弟结婚以后也没个营山了，我们合计着你把这饭馆的产权过户给你堂弟，就算是买你这家店的钱。你看你爹的命救了，你堂弟也有了着落，这不是两全其美吗？老街即将开发成顶级商业街的消息，我自然知道。这2个吸血鬼分明是从规划部门提前听到了消息，妄图用这区60万空手套白狼。大伯，你们是提前听到了老街要开发成全市顶级商业街的消息，知道我急不可耐的拿着这50万来当筹码，想要趁火打劫霸占我的店吧？这店我绝不会卖！好你个不知好歹的白眼狼！既然你不卖店，那就把你劝借老子那10万块钱，现在立刻马上还给我！没有我们家的那10万块，你爹早死在病床上了，现在就还钱，少1分都不行！别把你们那伪善的恩情挂在嘴边，不就是10万块钱吗？加上这半年的利息，一共11万，我今天当面给你们结清。11万？你装什么大尾巴狼呢？你现在连下星期的饭钱都……11万，真的到账了！苏晨，你哪来的这么多钱？钱已经连本带利全额还清，债务彻底结清。现在拿着你们的钱，立刻给老子滚！从今天起，我和我爸跟你们家断绝任何亲戚关系，再敢踏进我店里一步，老子直接告你们私闯公宅！你这个小畜生，你给我等着！这小畜生不肯卖店，王少那边我们怎么交代？你说王少到底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个破饭馆，居然给我们300万，只是为了逼苏晨把饭店卖掉？哼，不管为什么，我们都要帮王少把这个饭馆拿下来，不然到时候要赔王少3倍的钱，把你和我卖了都不够，回家再想办法。恩公，大梁守军已全员换上冬衣，饱餐战饭，只待明日入夜，便与那10万蛮族血战到底。今日特来向恩公借取破敌利器。大梁的弟兄们，把你们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接货！这是何等精铁，竟然毫无杂质，硬度如此恐怖！将军，您看，这神铁长枪竟然生生震碎了我的战刀，这要是刺在蛮族的皮甲和木盾上，就跟捅破一张纸有什么区别？从未见过如此纯粹、如此坚硬的钢铁，这简直就是冷兵器时代不可逾越的钢铁神臂。接下来看这个，好恐怖的穿透力！大辽最顶级的强攻，也绝无可能在如此近的距离内刺穿这等厚度的神器，而且这长弓带有滑轮机关，拉开时似乎极省臂力。拿去却给你们的弓箭手，明日入夜，直接在城头居高临下，给我精准点杀蛮族的将领。有了这等降维神兵，明日入夜，定要让那10万蛮族有来无回，血债血偿。大梁有了恩公这些金刚神兵，明日入夜，北境孤城是我大梁儿女的修罗战场。林荫在此立誓，明日定将10万蛮族的头颅垒在城下，以此祭奠我大梁战死的英魂，不负恩公大义。不要跟他们肉搏，明日入夜蛮族攻城时，先用我教你的方法，把那20台探照灯全部在城头打开。我要让那群茹毛饮血的野蛮人明白，在绝对的工业代差面前，人数
不过是一堆毫无意义的数字。去吧，楚将军，我在大门这边等你的大捷喜报。末将领命。李铁，带2个手脚最麻利的兵，把这台大灯死死固定在北城墙的最高点，角度按照图纸依次倾斜，一定保证灯光能无死角地照亮城下500步的范围。末将领命。将军放心，这钢铁机器沉重无比，末将用了4根最粗的乱绳把它死死扎在了青石桩上，就是10头蛮牛也休想扯下来。将军，恩公的奇思妙想当真让末将大开眼界。这黑色的镜面不需要生火，也不需要灯油，竟然能直接把天上的太阳光强行存进这铁垭子里。有了这源源不断的力量，今夜城头何愁不亮？这已是无法逾越的鸿沟。蛮族自以为全民皆公，悍不畏死，能吞了我大梁北境。恩公动动手指，便能将天上的日光化作我军的反败为胜的转机。传令下去，复合弓和螺纹钢枪全部抵达先锋营。今夜本将要让城外那10万蛮兵有来无回。传本帅死命令，5万重甲铁骑正面冲锋，3万步兵推着撞车飞袭紧随其后。今夜大雪蔽日，黑暗就是长生天赐予我们最完美的掩护。大梁守军不过是瓮中之鳖，城破不留活口，给本帅全面屠城。长生天的勇士们，踏平大梁就在今夜，全军出击！就是现在！啊！我的眼睛，我的眼睛瞎了！这是什么妖术？复合弓队，给我射！利用绝对动能，精准打倒敌军统帅与将领。该死！大梁有了远程点杀的未知强攻，我们的骑兵在强光下根本无法逼近城池。传本帅司命令，骑兵后撤，把30辆重型投石车给我推上来，砸！给我狠狠地砸碎他们的城墙！将军，蛮子的投石车在600步开外，超出了我们复合弓的有效射程，这城墙快要被砸塌了。一旦城墙崩塌，蛮子顺着缺口冲进来，我们就危险了。李猛兵是神奇的防御建筑，在面对这种重型抛射武器时，脆弱的让人崩溃，必须主动出击。先锋营生铁，随我开城门冲锋，用神铁长枪和唐刀砸烂他们的投石车。大帅败了，投石车被砸了，跑啊！将军，蛮族的投石车太狠了，我们的城墙是用青石和泥草混合垒起来的，现在内部结构已经彻底震散了，现在只是勉强立着。别说蛮族接下来再带投石车来，就是再下一场大雪，这城墙自己就被压塌了呀！赵某，把蛮族大帅的断刀和缴获的珍宝抬进大帐，本将现在就去见恩公，唯有恩公身边的仙家神物，才能将其重新修复，铸造成万世不倒的钢铁长墙。
恩公，大梁北境孤城守住了，此役我军全歼蛮族攻城主力，镇斩蛮军大帅乌恩齐。守军更是在您的神兵救助下，创造了无一人战死的千古奇迹。这是敌修乌恩齐的玄铁弯刀，已折断在恩公赐予的唐刀之下，可拿来向恩公报捷。零战损击溃10万大军，强光致芒配合金刚破甲。楚将军，你们3人配合的天衣无缝，做得很好。大捷固然可喜，但楚将军，你眉宇间的忧色又是为何？恩公动若开火，蛮兵虽退，但那乌恩齐临死前狗急跳墙，动用了30辆重型投石车，将数百斤的烈火巨石如雨般砸向城墙。如今城防已满目疮痍，青石碎裂，内部结构彻底震散，随时可能坍塌。若无城墙庇护，蛮族后续10几万铁骑一旦卷土重来，守军在平原上将无险可守，必死无疑。普通的青石泥草挡不住巨石轰击，那是因为它们的结构太松散，硬度也远远不够。而且你们北境如今天寒地冻，普通的水泥运过去根本无法凝固，甚至会被直接冻裂。所以明天一早我会去前郊的特种速干材市场，堆积如山的优质砂石，以及大量高强度的建筑钢筋，甚至如何修建的视频，我会一并给你们备齐。这叫钢筋混凝土。我们要先用高强度的建筑钢筋，在你们残破的城墙缺口编织出密密麻麻的钢铁骨架，接着把这种防高寒的特种水泥与砂石、清水按照比例混合。这种水泥添加了现代抗冻剂，哪怕在极寒恶劣的暴风雪中，也能在几个小时内迅速凝固，硬得如同天然花岗岩。它会和残破的旧城墙长在一起，化作一整块没有缝隙的钢铁巨石。别说古代的投石车，就是拿万钧巨锤来砸，也只能在上面留下一个白点。几十吨的特种水泥、砂石和清水分量极其恐怖，如果单靠这3个人用古代人力一包包搬运，这种效率实在太慢。楚将军，明天中午我会租用几辆大吨位的散装水泥罐车、重型卡车和运水车，直接停在饭馆前门。我会在大堂里架设多条高功率的自动皮带输送器，铺设高压输送管道，高强度的水泥、砂石和清水会化为洪流，直接从前门一路喷射输送到你们的后厨门内。所以明天中午你多带一点人马过来，单靠你们3个人，面对几百吨的建材洪流根本接不住，让你手底下的弟兄们在大门后面排好长队。物资一旦输送过去，必须立刻用无数的桶、水槽和口袋接住，以最快速度运回城防缺口进行浇筑，动作一定要快，明白了吗？末将领命。明日中午，定岱族先锋营的精锐老兵在门后排队接业。哥，你动作快点，咱爸今天中午受了天大的窝囊气，咱们今晚非得把他这破店砸个稀巴烂，再把王少爷看中这店的秘密扒出来，坐地起价。闭嘴，别嚷嚷，这破锁马上就撬开了，开了，进去。哥，这地上堆的什么玩意儿啊？瞧把你们这2个废物吓的！给你们介绍一下，这3位是我接的一个大制作古装战争片剧组的专业演员和武行师傅。人家剧组的武行师傅可都是真刀真枪练过的练家子，正好撞在人家叶海来临的枪口上，动起手来，就算人家今晚在这失手把你们2个打残了，在法律上那也叫正当防卫，懂吗？陈哥，我错了，亲哥呀，我们就是一时糊涂，求求你让剧组的师傅们放手吧，胳膊真的断了，我们再也不敢了。别以为你们这么晚来是想干什么，滚回去告诉苏强，老子的账已经跟他还清了。如果你们一家再敢来找不痛快，下一次剧组的师傅就没这么好说话了，老子直接让他们演断你们的腿，滚！恩公手段高明，随口一句话便将破绽化解无形，末将佩服。那末将这便回去连夜动员3万将士与全城百姓，刀剑水槽，明日中午定岱族人手，迎娶恩公的防高寒特种神泥与砂石钢筋。去吧，楚将军，明天中午咱们多带人马重筑北京要塞。末将领命。故人们，你们准备好迎接来自现代基建部的疯狂了吗？200吨特种水泥、上百吨砂石以及几千桶纯净水的恐怖体量，自己也必须要找到一个绝对合理且天衣无缝的借口，将这批庞大物资的去向进行完美的视觉掩盖。仓库的建盖章已经拿到了，一直说盖，现在还没动工，看来是时候开始了。暗度陈仓，完美布局。我要最快的施工效率，所有资源优先倾斜。老板，给我来30吨水泥，再加上等量最高硬度的螺纹钢，下午送到我的饭馆刷卡。古人从未接触过现代建筑工艺，
我必须用最直观的画面，让大梁的工匠现学现用。老苏家这儿子买那么多水泥和沙石干嘛？用纯净水来和泥，这纯粹是烧钱败家呀！真是个败家玩意儿！老苏还在医院躺着等钱救命，真不知道是仓库重要还是他爹的命重要。恩公，末将已遵照您的吩咐，带足了先锋营500名最强的重甲流士，在门后接应。楚将军，这里面是修筑城墙的完整教学画面，你现在立刻带回去，让你们的工匠一边看一边学，钢筋怎么扎，泥水怎么配，绝不能有半点偏差。好，大门外的物资进来了，楚将军，让你手底下的弟兄们全部进入大厅，顺着传送带排好人墙，开始卸水泥、沙石和钢筋，动作一定要快。该死的大梁人竟然想修复城墙，传本将死命令，主力按兵不动，派出1万弓骑兵轮番在城下袭扰。在这孤寒破土之上，绝对不能让他们安稳地把城防修好。强光探照灯，给本将全开，锁死袭扰敌军，复合弓队掩护城墙浇筑，压制点杀。大梁将士听令！蛮子以为不断的骚扰能阻我大梁，却不知恩公赐予的这堵钢铁神墙，已是他们无法逾越的天堑。传令全军，今夜好好休整，明日本将便主动出击，将这些元气大伤的蛮夷彻底赶回极寒之地的绝望深渊。那不是人能修筑突出来的城墙，那是大梁的妖术，是天降的神墙。我们的投石车砸上去，连个缺口都砸不出来。天神已经抛弃了我们。大梁的将士们，1年来蛮夷欺我过去孤立无仗，断我粮道，狂轰我城。如今恩公降下神泥铁骨，赐我等万事不破之要塞。我等背靠神墙，再无后顾之忧。全军听令，开城门，随本将踏平蛮营，将他们彻底赶回极寒之地的绝望深渊。一血！该死的中原人，居然敢主动出击！传我命令，全军戒备，把所有的巨型投石车都给我推上去，砸碎这帮两脚羊！调整方向，放！举盾3！部将大人，中原人的疯狂盾牌根本砸不烂，我们的残存骑兵和步兵已经无路可退了。长生天的子孙字典里没有撤退2个字，背后就是我们的祖退，退去也是冻死。传令下去，所有的勇士跟本将军将士反冲锋，把他们的肉一刀刀割下来。
为了长生天，杀啦！天神啊！他们的刀为什么折不断？快逃啊！他们背后的城墙是活的，他们是神明的军队。都不准退！临阵脱逃者死！大梁的女娃娃，拿命来！好大的力气！再来！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快逃啊！狗屁朝廷，整整3个月了，一直以北京粮道损坏为由，连1颗米1根沙都没往咱们北京送，这借口找了3个月，3个月就算是人背也早就给咱们背过来了。朝廷分明就是看将军一直镇守北京边关，深得军民爱戴，他们这是怕将军功高震主，故意想把我们活活饿死在这极寒之地。李铁，传本将死命令，立刻开启军中主仓，将军中现存的所有大米和白面全部抽调出3成。将军，这万万不可呀！将军，咱们军中的米面本就只够半个月了，这要是再抽取3成，弟兄们吃不饱，手里的唐刀都拿不稳啊！住口！大梁的兵是百姓一口饭一口饭喂活的，如果身后的百姓都没了，我等守着这堵哭墙铁营又有何用？只要我楚灵英还有一口气在，就绝不会见死不救，立刻把粮运出去。至于军粮缺口，本将自会去向恩公沟求神物，天塌下来，本将一个人扛着去开仓。末将领命。13万人的巨量粮食与御寒服务，这等惊世骇俗的体量，会不会给恩公造成麻烦？不管如何，我都要去试试。恩公，此役我军大获全胜，全部悉数带来奉给恩公，作为神尼铁骨的谢礼。恩公，你是不知道，那帮蛮子临死前打咱们的钢筋混凝土神墙，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直呼大梁有神仙护体，打得真他娘的痛快。战利品我收了，接下来的东荒，你们打算怎么熬？
公，领运无能。朝廷断粮3月，大辽北境又遭遇10年不遇之雪灾，10万老弱妇勉已经断粮，冻死饿剩者无数。末将刚刚擅自将军粮分发百姓，如今大梁已退无可退，求恩公再次赐下神物，救我15万居民之命。粮食和御寒物资的事情，你们一丁点都不用担心。到时候我会利用长线物流，为你们大批量采购现代高热量精面粉大米、高能压缩饼干，以及几万件防团军用高科技防护衣和抗生素医疗包。不仅饿不死一个人，我还会送过去收获极高的现代高产土豆和玉米种子。我要让你们这座孤城彻底变成钉顶在极寒之地谁拔不出来的钢铁钉子。恩公再造之恩，大辽北京15万军民永世不忘，愿为恩公世代镇疆土。若为此事，天人共度。起来吧，回去安心休整。这便是恩公的仙家宝库吗？楚将军，昨天就跟你说过，只要有我在，你们大辽就饿不死一个人。把朝廷欠你们的，把这场该死的血财饥荒给我活生生砸个稀巴烂！让你手下的500名弟兄全部给老子直接进入仓库，通通给老子搬空！末将领命，弟兄们进宝库搬神物啊！搬神物！恩公，此等神衣真能御寒吗？穿上它，哪怕在零下30度的雪地里躺上一整晚，也绝不会被冻伤。城里有因为寒气入体发凶寒的百姓，每天吃上2粒，3日之内必定药到病除。所有人速度加快！今夜本将要让城内15万军民，人人吃上白面，个个穿上神衣。恩公保佑，女帅万岁！大帅万岁！大帅万岁！报，将军，南面粮道方向，朝廷的宣旨车队到了。开城门。这不可能！你们不是断粮3个月了吗？为什么顿顿能吃上洁白神面？这些奇装异服究竟是何物？杨大人，3个月不见一兵一卒，如今北境大捷，你倒来得挺快。楚林音，圣旨在此，还不跪下接旨！本将奉圣上谕旨，前来查办北京叛逆。苍龙军主帅隐瞒军情，勾结要挟，查抄所有仙家神物，钦此！放你娘的狗屁！我们御敌的时候，你们在朝堂上吃喝玩乐，现在我们打赢了，你这个狗杂碎跑来摘桃子，还要将我主帅贬为罪奴，老子今天先劈了你这个狗官！争！反了！你们要造反吗？楚灵音抗旨不遵，那是诛九族的死罪！本将镇守北境，护的是这10万百姓，不是那昏君贪官。既然朝廷说粮道损坏，那本将今日便送杨大人一程。来人，把这狗官和随从的棉服统统剥了，给本将扔出城外，让他们自己顺着那条损坏的粮道爬回京城。不要！你不能好死啊！将军扔得好！哈哈哈哈！那姓杨的狗官带着鸡毛当令箭，开口夺了我们的兵符，收缴恩公赐予的神兵，真当我们北境将士是任人宰割的软脚虾？这下把那家伙扔出去，可算出了这口恶气。解气归解气，但接下来的局势才最凶险。朝廷的贪婪超乎想象，绝不会善罢甘休。杨承真被轰走，庙堂之上定将扣上我们公然谋反的帽子。为了这些神兵利器与这堵坚不可摧的仙家要塞，皇帝和太师会调集京都大军，甚至联合南方戍军，不顾一切围城。朝廷围城本将不怕，但兄弟们刚进血战，绝耗不起内战。若与朝廷数十倍敌军旷日持久的耗下去，弟兄们会被活活累死。
更致命的是，极寒的蛮族残部仍在冻土深处虎视眈眈。若内战两败俱伤，蛮族必乘虚而入，大梁势必化为炼狱。内有朝廷大军，外有蛮族虎视眈眈，咱们的3万皮兵已到极限，根本挡不住夹击。既然是十死无生的绝境，回营帐去见恩公。楚将军，出什么事了？送去的水泥应该能抵御蛮族了，怎么如此愁眉不展？恩公，今日钦差夺权被拒，朝廷即将大军围城，将士们已至极限，耗不起内战，且蛮族残部仍在虎视眈眈。林荫不怕战死，可怎忍看3万弟兄在夹击下活活耗死？林荫恳求恩公赐下破局之法，救我北英。楚将军，你觉得这是死局，是陷入了冷兵器时代的思维？面对这种内忧外患，我们那个时代早有一套终极破局之法。敢问恩公，究竟是何妙计？休养生息。第一步降维恢复，我将无限量供应高热量熟肉与特效药，只需补充这些，你手下的士兵顶多7天就能伤势尽愈。第二步风雪熬敌，凭着钢筋水泥要塞，冷兵器就是挠痒，耗上1个月，城外几10万大军自己就会被冻死饿死。第三步借蛮之手，蛮族皆因极寒缺粮，才拼死攻打北境。若能帮其解决温饱，这群蛮族便会成为咱们手中的利刃。恩公妙计惊天伟地，领悟这就回城封锁要塞，全军上下遵照神谕，彻底休养生息。去吧，好好睡一觉，明天高能物资填满粮方。我倒要看看极寒风雪最后会把谁冻成冰雕。末将领命，这绝境死局，我定要将他彻底杀穿。北京如今聚集13万军民，每日物资消耗简直是天文数字，短期扫货尚可，若长期如此大额采购，必会触发监管警报。一个小饭馆老板突然成百上千吨的囤积物资，定会引发外界致命怀疑。若再将蛮族纳入后勤，暴露风险必将成倍激增，这绝非长久之计。必须赋予他们自己能力。既然极寒之地无法露天种粮，那就让现代温室农业成为古人对抗天灾的终极勇气。极寒绝境下，第2波蛮族大军再次集结，准备进行最后的背水一战。然而，当5万大军兵临城下时，迎接他们的却并非飞射的弓弩。大辽人，你们这是何意？以为凭几10个不带兵器的士卒能战胜我族铁骑吗？我们主帅让我转告各位，我方如今有仙尊相助，继续打下去，你们绝无胜算。我们也知你们因常年风雪缺粮才发动战争，这数万斤鲜粮是我们将军赠予诸位的见面礼。楚将军承诺，只要你们按兵不动，不再冲突，北境往后可长期稳定向你们供应此等先界经脉与稻米。只要诸位愿意坐下来和谈，这个冬天极寒之地的居民将不会再饿死一个人。狡猾的大梁人，如此纯净无瑕的粮食，连你们中原皇帝都吃不上，楚灵音岂会白白送我等？这粮里定然下了毒药，亦或是想诱使我军卸下防备的诡计。本将看你们分明是有诈！有诈！真是天哈哈的笑话！我军背靠神墙，手握神兵，若想杀你们，昨夜便可将你们全歼，何须用这神圣的鲜粮来下毒？信与不信，皆在诸位一念之间。粮食大可带回去，让巫医检验。把这些粮食全部带回军营，让巫师用银针彻底检验。武力破关已是死局，但这鲜粮是全族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大辽楚灵一将军，本皇已在王庭亲尝鲜粮，亦知晓了北境神墙之威，为求我全族在极寒中得一线生机，本皇历时1月，亲自抵达北境城防墙之下，只为与楚将军当面交谈，共商两国长线合作之大义。